没有，这个时候还没有。插进它这个这个抓，是不是？哦，正常管拐上来，我粘住你，对不对？我就有那个着力，然后就直接是不是？你不下来，我们要单独拿出来谈。对。啊，来，开始吧。好，新的地方好喝茶哈，还在芝山岩。过去法力模糊的降阶，我记得有一个概念，洪老师讲到的就是造桥、顺桥跟断桥。那我觉得这个是很深密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。可能我还是懂得不够深，可以谈吗 ？OK， 我想可能我们当初在撰写这个模糊疆界的时候，可能忽略了，没有把它成为一个单独的一个 chapter。那利用这个机会来做一个补充，我想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那我记得，忘了几年前，我曾经聊天的时候，我问你说：“小白，你们西方可以接触到各种不同的武术，那尤其西洋拳。”它也是蛮有效的一种武术嘛。那为什么你会偏好东方的这些传统武术？那我记得当初你给我一个很好的回答，你说因为它间接。对，就是对。那我当初听到这个回答的时候，先愣了一下。我间接有什么好处？不是直接更快吗？后来我们再聊，你说因为弱的这一方，他没有办法像强的那一方，看到弱点直接就打下去。对啊，我对一个公牛，我不能，所以你必须要用头脑，用间接的方式，找到他的弱点再出手。所以这个观念其实也让我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中国武术。这他山之石可攻错了，就是说让我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家的功夫。那我爸爸以前经常讲的一句话，我想你也记得嘛：有桥顺桥，无桥造桥。那甚至敌人搭桥的时候，你要把它断桥。这样的概念。那我们就今天很专注的来谈这个造桥的概念。还有没桥造桥。对，就是说，在还没交手之前，两个人之间先有敌意。就是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嘛。那必须要透过武力来分输赢。输的一方服从嘛。那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弱的这一方，如何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保护自己，然后又能够取得胜利，那就是造桥的一个策略衍生的一个由来。那造桥，它如果说用一个比较正确的字面上的解释来说，它就是说，透过一个假动作，一个虚招，然后真真假假，对，来引诱对方出手，然后在对方出手的时候，我搭手去接他，然后利用一个扣引或顿挫，让对方在这个瞬间他脑袋断片，那失去平衡感，失去方向感。那在这种情况，有利于我们安全的可以进入攻击他。那这个就是造桥的一个最原始的一个动机。那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的话，造桥其实也是一种开门的概念。把门打开。因为两个敌对的双方，对不对？你一定，即使你很强，你也一定会防守。那我如何打开这一扇门，然后进入到你的领地里面，然后摧毁，这个目的。然后就说，造桥它基本上它可以分为两个概念，就是说一种是
被动性的，一个是主动性的，那主动性的就是说，反正我已经设计好一个圈套，来引诱你出招，然后利用跟你接手的过程中，然后我就顺着这个条件去，顺着这个条件，当然实际情形会比这个复杂多一点，但最原始的构想，是从这里开始，那被动式的搭桥，那个概念就是说，我弱嘛，那我故意还是你要他觉得你弱，对，你送他一个邀请，对，一个津贴，对，聪明，就是说用一个假动作，或故意露出一个漏洞，让对方觉得这个机会你自己送上门来的，那等到你近身攻击我的时候，我当然要搭手去防御，但你一近身过来的时候，两个距离缩短了，然后你出手攻击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，当你出手的时候，你的破绽也会露出来，那我就利用这个破绽直接进去攻击。那但是就是说，不管是被动还是主动，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要搭配，要配套。配套就是说，你不能只是说去造桥，然后因为敌人有敌意呀，我会搭桥，你也会直接进来啊，对不对？对。如果我没有办法连接的去做一些必要的攻击，或必要的一些动作，引导你失去平衡，那么你本来就比我强的情况之下，你速度会比我快，力量会比我大，那我肯定会输得更惨。所以因为等于说，造桥你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配套的组合拳，那你才能够顺利的完成这种造桥的打法。不是光不是就停在1、2、3，就1、2、3木头人就停在那边等别人来打你，对不对？